回测最近10年，1万本金滚到20万，看这资金曲线，成都天府大道有多值，这资金曲线就有多值。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上期视频我们讲的一篮子网格 EA 还没有开发完啊，今天我们就可以把后面的全部代码写完了啊。但是我还是要多嘴一下啊，就是不要只看收益不看风险啊。什么方法都有人用啊，但不代表它适合你。有人是绝对的风险厌恶者啊，对于风险极度的敏感；有人是信奉风浪越大鱼越贵。好，那我们待会儿写完之后，我再简单做一下回测啊。当然我也会把这个 EA 程序上传到我们的网盘中啊，想自己测试的可以自行下载啊。当然我更建议你跟着视频一起写一下啊，如果你写的过程还能够举一反三啊，融合自己的这个交易信号，那就更棒了啊。好，那我们开始啊。上节内容我们主要是把这些外部的这个输入参数啊，还有这些全局变量啊，包括还有指标信号啊，还有初始的开仓啊写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到了第2步啊，也就是管理已激活的这个篮子。一个 for 循环啊，这个 for 循环呢，它会便利我们的这个篮子架上的每一个篮子啊。那么这里的 I 的话，就相当于是当前篮子的一个索引啊。那么针对于每一个篮子，它都会独立做2件事情啊。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网格的管理啊。那么这个函数它是相当于说是一个网格的一个经理，或者说就是当前网格的一个管家啊。那么他的工作就是我们上期视频讲到的，就是检查当前的这个篮子的价格是否触及了他自己的这个next grade price 它的加仓点啊。如果触及的话，他会去进行这个手术的一个计算，并开一笔这个加仓单啊。如果加仓成功的话，他就会去进行其他更多的这个，比如说盈亏平衡点的这个计算啊。那么我这里还是先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补充这个函数吧。我先把大概的这个逻辑梳理一下啊。然后第2件事情就是检查我们的这个平仓条件啊。当我们进行了这个网格管理之后，我们就检查这个篮子是不是该平仓了啊。那么我们这里的 if 判断的话，它就是用来判断用户输入的这个平仓模式，它究竟选择了哪一种模式啊。如果是选择了这种按照货币的形式的话，我们就调用这个函数啊。那么这个函数待会儿同样的我们会补充一下啊。那么这个函数它就是一个货币盈利的一个监控啊。那么它会去计算这个篮子所有订单的一个总的浮动盈亏，看一下总的这个浮动盈亏究竟有没有达到我们这个设置的这个盈利目标啊，这个盈利金额。这是金额的方式啊。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按照点数盈亏的这种方式啊。那么它这个方式除了这里的判断之外，它还增加了一个函数的一个调用。这个函数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它这里是在检查当前这个篮子，当前这个网格它所涉及到的总的订单数是否大于1啊。那么为什么要加这么一个判断呢？是因为盈亏平衡点的逻辑啊，只有在网格启动后才有意义啊。也就是说，你至少要有这个一笔初始仓位，然后再加上一个加仓的仓位，你这样再去计算这个盈亏平衡点才是有意义的啊。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篮子里它只有一笔订单的话，那么你就不需要计算所谓的盈亏平衡点啊，你只需要让它使用自己的这个
初始止盈去飞一会儿就可以了啊，所以它是不需要进行这个网格这个管理的。好，如果这个订单数是大于1的，我们就调用这里的盈亏平衡点的监控啊。那么这个函数它会去主动的检查当前的价格是否达到我们计算好的那个盈亏平衡点加额外利润的那个目标价位啊。那么这个函数完成之后呢，就是代表了整体的所有篮子的这个管理结束了啊。接下来就是第3步啊，也就是最后一步啊。但是在我们进行最后一步之前呢，我需要把这个1、2、3、4啊，差不多这4个函数它的实现去补充一下啊。因为我们这里之所以能够调用呢，是因为我们这里是进行了一个原型声明，但是它只是声明，没有具体的实现代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看这个 update basket logic 这个函数啊，也就是网格的管理。好，这个函数它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函数啊，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做网格的一个人啊，一个经理啊。那么 onTag 中的这个 for 循环啊，它会为篮子架上的每一个篮子都单独的去调用一次这个经理啊。那么这个经理它主要做的其实就是2个工作啊。第一个就是检查是否要加仓啊，如果需要的话就执行加仓的逻辑啊。那么第2个工作就是如果刚加了仓，就立即重新计算整个篮子的盈亏平衡点啊，并更新这个篮子里的所有订单的止盈价啊。这就是这个函数主要做的2个工作啊，一个就是加仓，2个就是更新止盈价。我们先来看第一项工作，就是这个检查是否要加仓啊。那么首先我们是声明了一个 It's new order open 的这么一个信号啊。那么它的作用就是用来标记我们这一次调用有没有成功加仓啊。那么这个标志啊，它在后面的我们第2项的工作中是属于一个触发的一个开关啊，就是非常的重要啊，必须要有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准备好加仓的一个备注啊，就它的一个备注。因为初始仓位的备注是这个出仓啊，然后所有的加仓仓位是这个加仓啊。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标识呢？因为待会儿我们会用到这个逻辑啊，用到它那个加仓的一个字符进行状态的一个判断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行啊，那么这也是我们实现这个网格间独立管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方式啊。它会告诉这个 EA 从现在开始起啊，也就是下面所有的逻辑啊，所有会操作的需要用到操作的，它只认这个篮子的啊，也就是它相当于是锁定了接下来所有的交易类的操作的一个专属的魔术号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买入网格的一个逻辑啊。那么它这里的判断就是会检查，比如说做多的话，它会检查当前的价格是否跌到了当前这个篮子所设定的下一个加仓点位啊。那么如果达到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是计算它的一个手数啊。我们把当前的这个手数乘以这个手数的乘数，然后再给它赋值到当前的这个手数里面去啊。然后再接下来就使用这个 trade by 啊，直接调用，把当前的手数还有这个 ask 价，包括这里的这个止盈价位，还有这个 comment 啊，一并给它传进去啊。
然后如果下单成功的话，那么它就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标识给它改成为 true， 代表我们确实是执行了一笔加仓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下一个加仓点位给它计算出来啊，就使用 ask 加减去这个网格的间距啊，就可以得到一个更低的位置啊，给下一次加仓做好准备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做空的逻辑啊，做空的话其实跟我们做多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是方向相反啊。它是检查我们这个bid价格有没有涨到加仓点啊，并且计算把这个下一个加仓点设置在当前价位的一个上方啊。好，接下来就是这个网格经理的第二项工作啊，就是更新整个网格的一个止盈价啊。我们看这个 if 判断啊，它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 is new order opened 必须是 true 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出于效率考虑啊，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这个逻辑，我们只有在刚加仓成功后才去计算啊，而不是说每一次报价，或者说每一次这个K 线新 K 的产生，我们都去计算啊，这是没有必要的啊。我们只用在它加过仓之后再去计算啊，这样就会保证我们整体的利润啊，保证我们整体的一个效率的一个提升啊。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函数的话，它是确保我们这个篮子的总订单数必须是大于1的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啊，你计算盈亏平衡点至少需要2笔订单才有意义。那么再接下来，如果你满足这2个条件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是首先是计算出这个篮子所有订单的一个加权的平均价啊，然后是计算我们新的一个统一的止盈价啊。这个统一的止盈价就是使用刚计算的这个加权平均价加或者减用户输入的这个他想多赚的这个点数啊，就是这里啊，就是有些用户他可能是出于他想覆盖掉部分的利润啊，部分的滑点啊，也有些他可能就是想多赚一点啊，他不想这个在盈亏平衡点，也就是不赚不亏的价位上直接出场啊，他觉得可能不太值，所以他会添加一些点数啊。好，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把新计算出来的这个新的统一的这个止盈价给它放在这个 comment take profit 里面，然后下次我们进行这个 buy or sell 的时候，它就会使用这个作为一个默认的止盈的值去使用啊。当然，如果你这个trade 点 sell 或 buy 的时候，如果你不使用这个，你没有填这个值的话，直接使用0的话，那么其实这行也就不需要了啊。它只是作为一个默认值来进行填写的啊。好，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针对于所有这个篮子所属的这些订单，我们把它的这个止盈价位给它修改进去啊，就是使用这个 position modify 来进行修改啊。那么如何判断是属于当前这个篮子所属的订单呢？那就是使用它这里的这个 magic number 啊，也就是我们刚才在哪里讲的？这里讲的就是锁定这个专属的魔术号啊，就是在后续就是在这一块进行一个判断的依据啊。好，这就是批量的把我们新的统一的止盈价给计算出来了。好，我们编译一下，应该是会出错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方法是没有写的，我看一下啊，是这2个函数啊都没有写啊，一个是统计当前的篮子的总持仓数，一个是这个
计算这个篮子下所有的一个加权的平均价啊。我们把这两个函数补充一下。好，我们先看这个计算当前篮子有多少笔持仓啊，它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便利当前的持仓，然后使用这里的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备注啊，这个备注就可以得到当前这个篮子啊，因为它这里是使用这个 basket， 然后加上这个篮子的 ID， 然后就可以知道使用类似于这种形式的这个 comment 的订单有多少个啊？有多少个的话，我们就统计出当前究竟是有多少笔持仓啊。然后再接下来是我们这个计算加权的一个平均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盈亏平衡点啊。那么盈亏平衡点就是使用它的公式就是使用比如说你订单啊，订单一乘以订单一的价格乘以订单一的手数，然后再加上订单二的价格乘以订单二的手数，然后再加上订单三的价格乘以订单三的手数，然后总共加起来这么一个值，去除以总的手数，就可以得到盈亏平衡点啊。那么这里面的代码其实就是在贯彻这一个公式啊。那么这里是所有的这个订单价格乘以订单手数的一个总和，然后这里是所有总数的一个总和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把这两个值给它赋值计算出来，计算出来之后，然后使用这个这里价格乘以手数的一个总和，然后再除以总手数的一个总和，就可以得到一个盈亏平衡点的一个值，也就是一个加权平均价的一个值。然后我们这里还是使用了一个3元表达式进行一个判断啊，因为有可能你这个除数为0的话就会报错，我们这里是提前规避一下这种 bug 啊。好，那么这两个方法就写完之后呢，我们再看还需要补充的是这两个方法啊，一个是监控货币的盈利，一个是监控点数啊。我们把这两个写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监控我们的这个价格啊。那么它这里是先计算一下究竟有多少笔订单啊，只有这个订单是大于1笔，也就是至少2笔的话，才需用去监控这个价格，否则的话你直接使用这里的止盈价就可以了。好，再接下来就是便利所有的这个持仓，然后通过这里的这个 basket 这个 ID 来获取当前网格所有的持仓加起来的一个总的浮动盈利啊，然后再判断这个浮动的盈利是否大于了用户输入的这个盈利目标啊。如果是大于的话，我们就直接调用这里的平仓函数去把这个篮子里面所有的订单给它平掉啊。那么这个平仓函数我们待会儿再写。然后再接下来是这个盈亏平衡点的检查。那么它这里是先计算了，这就是我们刚才写的这个函数啊，就是先计算我们的这个加权的平均价，也就是得到我们的这个盈亏的平衡点数啊，然后再判断它的这个持仓的方向啊。然后如果当前价格大于这个盈亏平衡点加上用户所设定的这个额外的利润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平掉它下面的这个所有订单啊，也就是它最起码是已经不亏了啊。如果用户还有输入这个额外点数的话，那么就是还有的赚啊。然后再接下来是做空的啊，做空就是完全相反啊。好，那我们再把这个平仓函数再一写，应该就没有了吧。
平仓的话是很简单的啊，我们直接通过这里的订单的这个 comment 找到当前篮子所属的那些订单，然后调用这个 position close 直接给它平掉啊就可以了啊。好，基本上目前我们第2项这个管理激活的篮子就已经全部完成了啊，全部完成了。然后最后一步收尾的工作就是清理掉已平仓的这个网格啊，已平仓的函数。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是循环便利这个篮子架啊，然后依次的去判断每一个篮子它所属的这些订单是否已经没有了啊，是否已经没有在仓单了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给它把这个篮子的索引啊，给它移出去啊，给它把空间释放出来啊。那么到此为止，基本上就已经完事了啊，所有的逻辑都已经实现了。好，到此为止，我们全部的代码都已经写完了啊。我们简单做下回测啊，我们就测一下最近10年的啊，然后每次报价。然后这个参数的话，大家注意一下，你别爆仓就行啊，你不要用太大的仓位啊。那么我这里为了演示的话，我会使用比较激进的仓位啊。好，我们开始。因为这里它是使用的这个 tick 价格啊，所以回测起来还是挺慢的啊。那么我这里会做一个加速啊，那么感兴趣的你自己去网盘下载之后自己回测吧。OK， 终于是回测完了，这净值曲线直的跟画的一样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总净盈利19万，然后盈利因子 1.98， 采收率 5.62， 交易笔数3378，胜率的话60%，买入和做多和做空的胜率都差不多啊，一个61，一个59啊。然后平均获利187，平均亏损145啊，其实还是不大的啊。然后我们看最大的净值亏损就比较大了啊，对，都是比较大的啊，当真是风浪越大鱼越贵啊。